今天我们召开的呢是重点工作会议，目前的几项重点工作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。几件大事儿：第一，港口的发展问题；第二，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；第三，钢厂关停后何去何从的问题；第四，钢厂和矿场关停后工人的安置善后问题。这几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渤海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。说这几件大事之前，咱们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的家底儿问题。好多同志都知道，前2天我还为这个事情跟金市长有一点争执。我们的财政收入、债务问题，迫使着我们去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：是政府统揽主控局面，还是动员社会资本联合发展？这个问题在书面上很好回答，我们只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部署就可以，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却是困难重重。我们政府放权怎么放？把地卖了，让企业去开发房地产是一种放权；不卖地，让企业按照我们的发展思路去入股投资，又是一种放权。那么究竟谁好谁坏，谁对谁错，很难有一个判断的标准。举个例子，就像是一只玻璃杯和一只瓷杯子。海东市长喜欢喝绿茶，所以他喜欢玻璃杯，爱看这茶很漂亮。秦副市长的胃不好，他得喝红茶，所以最好找一个带盖的瓷杯子。这反而会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适合的就是最好的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昨天呢，我和钢厂的工人们开了一个座谈会，大家都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，我觉得有几个是好办法，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钢厂的工人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，是重要的人力资源。那么如果我们不管，把这些工人放到社会上去，迅速的会成为一片散沙，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竞争力的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把他们聚集起来，通过培训，我们是否就拥有了一个人才资源库呢？曾书记的意思是做钢厂的劳务品牌。没错，我们就要成立一个人才资源公司，打造钢厂工匠品牌。你们想想，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人，他们干什么不行啊？物流、安装、水电、装修，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。而且我还跟大洋的邓总还有治污的葛总商量过，我们可以让他们给我们派专家来，给我们当老师，让我们的工人做学生，针对性的对港口、航运、治污方面进行培训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的这些工人就可以持证上岗参加工作。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这些训练有素的蓝领会供不应求。这样，我们既保住了让我们几代渤海人为之骄傲的钢厂，同时我们建设了一个可以持续产出、不耗能的新型工厂。我的话完了，大家讨论。现在应该怎么应对？持支持态度还真不少。秦副市长就带头鼓掌，还有个水务局的刘念军，刚让他主持工作就出幺蛾子，鼓捣一个什么环保工程公司。他水务局一家能干得了吗？算了，牢骚归牢骚，工作归工作。曾延来是市委书记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不能跟他顶着来。我去找他谈一谈。金市长，我们不是和他顶着干，我们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犯错误。我不否认曾书记是个好同志，但是他今天横插了一杠，
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引起混乱。陈明，你这个判断不对。曾书记做什么事情有他的道理。你比如说，上一次抢水的事儿，我联合了好几杯自来水，老百姓还是不信咱们。而曾书记呢，他坚持信息公开，劝老百姓，没弄清楚之前你不要喝自来水，那老百姓就信了。你再比如说，这次为了债务的事，我跟曾书记争吵，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，一传到网上就无限扩大了。而曾书记呢，一篇文章公开了债务的来龙去脉，你不但平息了舆论，还让老百姓去关注政府的决策，关注城市建设。这也许我们过去的想法确实是有问题。那通江达海的项目，我们是干还是不干？这个项目一定得干，那是毫不动摇的。曾书记对通江达海的项目评价非常高，声称教科书般的范联。那通江达海专用船既然干了，也就是同意咱们的港口方案。港区那么多的地也用不完啊！你坐。这也是问题的焦点呢，也是我和曾书记争来争去的焦点。他以前的方案你们没有来得及看。我们过去的思路是，上通江达海这个项目，用通江达海去代替港口的部分功能，置换港区的土地，发展城市建设。而他以前提出的方案是，通江达海只是建设港口的一小部分，还要再建一个深水大港，奔着世界一流去。不仅这个港区用地不能减少，还要把钢厂的专用码头改建成第二港区。这思路完全相反。不光是以港兴市的思路完全相反，港厂关停之后，他还要保留。我把这笔账算得好好的，我用钢厂的土地可以偿还一批债务。现在好了，不但债务还不了，我还得往里投钱。我不管您是否同意，我是肯定不能让这个方案通过。渤海市的家底儿，你我都很清楚，我们经不起这么折腾。可是今天曾书记跟我说，他不想花钱。上一次他跟我谈到港口的事情也说过，他想在港口建设的环节引入更多的投资，减少政府投资，股份制运营，以后按照股份投资去分享未来的港口收益。要是按照这个思路，也不算折腾。您相信吗？反正我是不敢信。投资方一多，我们的控制权就会削弱。万一投资方中间出了问题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平衡？我们能不搞半拉子工程吗？还有钢厂，大洋投资承担工人补偿款，看着像是不错，可是大洋如何协调和工人的关系？未来钢厂如何建设？如何营运？如何平衡投入和产出？会不会半途而废，把烂摊子又甩回给政府？金市长，您是政府的主官，这些压力都在您身上，您得深思熟虑，不能仅仅顾及市长书记的关系，就在原则上让步啊。程明，今天也许咱们俩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金海东对曾燕来有多大的意见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对事不对人，啊，希望这个分寸你也要把握好。曾书记那边呢，我会找他谈的，不合理的地方，我是坚决不会让步的，该坚持我一定要坚持。我也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大家，任何人不能拿书记和市长对工作上的意见放大成个人矛盾，谁要是这么做，我找谁算账。市长放心，我任长明和您一样，对事不对人。我们和曾书记只是对工作上的认识不同。那就好，你去忙吧。好。
老曾出重拳了。他呀，把你们在座谈会上聊的那些内容全盘都端到会上了，而且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懵了。曾书记明确表态，钢厂不拆了。不拆就对了，留下的好处更多。但是金市长和任副市长他们都主张拆钢厂、卖土地、建新区，这一个说拆，一个说不拆，这不就是掐起来了吗？我们干我们的，把整个的水系清理好，把全市的污染控制住。他们的事情，我们不用操心。那您就不关心咱们环保工程公司的事儿？什么意思啊？思路啊，说白了就是领导的思路。这曾书记的思路是大力扶持民营企业，引进一流的设备和一流的技术，不仅要把污染高标准的治理好，而且呢，还要在全国范围内打响渤海市治污产业的品牌。这个品牌由谁来创造啊？您、我，还有咱们正在筹建的环保工程公司。何总啊，咱们马上就要甩开膀子大干了。刘念军，你还挺敏感的。那是啊，必须的呀。好好，我问你，你这个清淤的设备准备好没有？水草恢复前的准备工作你完成了吗？还有，和城建环保的对接，你都落实了没有？哎呦，您放心吧，都落实好了。明天咱们就开协调会。这还差不多。今天的会议呢，主要解决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城市绿化和城郊农田使用化肥农药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地表径流控制的问题。刘局长，第一个问题就牵扯到你们园林局，你先说说吧。好，我们园林和绿化部门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，即便用量也很少。金市长开完会以后就不再使用了。我们现在完全使用的是物理光学杀虫法，还有有机肥。大家呢也一定都看到了，在绿化带上，我们现在完全使用的是杀虫灯。哎呀，我现在也糊涂了，我们还能怎么干？我们农业系统的问题其实是最大的，但是这个我们也很难解决。你比如花农，他们就大量的使用化肥，尤其是磷肥。你不施肥，这花儿它就长不快，长不好。你不让它施肥，花农的收入就会降低，到时候他不得找你算账？再说，这农业不像工业，有一整套的管理体系，我们面对的都是散户，很难统一管理。你们不要发牢骚嘛。这葛总以前就说过，这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不是一家的事儿。你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，这土壤里边一样有残留啊。这残留随着地表径流流向城市水系统，这环境不一样治理不了吗？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不好好想想，这天下了雨，碰上水，它能不来回流动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难道说你刘念军就能改变这物理的规律？不信你就喊个口号，1、2、3，向后转，看他听不听你的话。孙局，我可是一直搞水利工程，你说的问题我是知道一些的。这地表径流的形成，说白了就是土壤吸收水分慢所造成的。径流本身就是对水资源的一种浪费。你可以说跟你们城建局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？解决的办法有，把地砖全都起了，都换成透水砖。这个你啊，得给金市长去做申请。哎，对呀，你帮助园林局啊也带个话。你看啊，有机肥的使用，短时间内还可以作为替代，时间一长啊，人力财力都得有所增加呀。那么财政的来源，还得靠市政府帮助解决啊。这不让花农施肥打药，就等于是断了花农的收入。这个事情要是处理不好，可能要出大乱子的。这话，我可先说在前头。
哎，刘建军，你那个环境工程公司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管理啊？是你们配合我们呢，那还是我们配合你们呀？环保工程公司呢，怎么监管怎么归口，这个我不管，我只是奉命牵头而已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渤海市的环境治理，咱们怎么得落下点什么吧，不能白治理啊。至于谁牵头谁负责，这是组织上说了算的事儿。刘建军，这开头曾书记对你支持很大呀，啊，可是这以后呢，也未可知啊，啊！我劝你呀，别太得意了。方大明，方局长，有能耐你来搞啊！啊，我把位置让给你。你以为我不改呀？何总，哎，何总，何总。事情嘛，是你们的事情，啊，是你们渤海的事情，跟我葛静没有一丁点的关系，是吧？你们别着急，慢慢争，慢慢吵，等吵出了个结果，哎，有了什么结论呢？需要我回来呢，我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本来呢，我今天过来是想听诸位谈一谈怎么解决问题的。说老实话，真不想听你们吵架。再说了，你们这吵架的层次也太低了，争过来吵过去，无非是找各种理由、各种借口来推诿。那个李局，你是技术干部，那你自己摸着良心，你自己说说，你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？哎，你孙文斌孙局长，你说地表径流是果园里流出来的，那我问你，要是你们家水龙头漏水，漏在地板上，你擦不擦，管不管？这根本就是两码事。你要是把渤海当成你自己的家，那就是一码事。韩嘉林啊，你跟他们说一下，明天下午把东西都收拾好，离开渤海市。请问您是找曾远来吗？您看上去比网上照片年轻多了。哎呦，您这话说的可真悦耳啊，是吧？您好，你好，我这回来北京拜访您，我看中的就是您这些经验。您什么时候来渤海帮我治？我可以给您3个许诺。第一，我当治污总指挥，咱俩直接对接。第二，我会协调政府相关的各部门的人为您开绿灯，全力配合您。第三，您只管报价，我不还价。这就是他们写的整件事情的经过。你们都愿意站着是吧？坐。爱坐不坐。你去把门关上。哎。从你们这个避重就轻的经过，我就看得出来，
阁老没法干，换我也没法干。我是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啊？说实话，就你们4个人加一块儿，也不如人家的一个，比不了人家一个脚趾头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告诉你，刘建军，你把阁老给我伺候好了，出一点错我跟你没完。还有你们几个，你们还愿意不愿意干？还想不想干？啊？想干。哎，好，你想干？想干。哦，我觉得你们想干是你们的个人愿望，对此我表示怀疑。我不怕给你们扣帽子，我觉得你们现在干的，就是要破坏渤海的治污事业。不爱听。阁老是什么人，你们知道吧？那是国际上响当当的治污专家，那是我曾燕来我请来的客人，那是渤海的希望。你们是怎么帮我接待客人的？啊，先说你说什么？啊，绿化带的水得流到你铺的地面上才能形成径流。好啊，你知道的，全市大部分铺的都是透水砖。有本事你把一块一块的砖给我撬起来，你出钱，好吧？那是我赌气说的。为什么赌气？你凭什么赌气？还有你，人家刘念军，人家想借阁总的力开一个一流的环境保护公司，还没开你就眼红了？你眼红什么呀？有本事自己开去啊，没本事就别眼红。你，哼，你是太绝了，你是真绝！你给我站出来！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想的，要把云崖县的猪粪拉到市区来给景观树施肥，这是脑子想出来的吗？你拉去，你现在就给我拉去！你看市民给我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说你们这几个人，啊，一个个的。不服气、较劲，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说白了，不是就那点利益吗？把那点利益都给你们，你们就美了。曾主任，我们确实错了，还知道错？哎，你们用平常心想一想，人家阁老70多岁的人了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中午就喝一瓶矿泉水，吃2馒头。从来不叫苦叫累，到现在为止，人家没拿我渤海1分钱，我没请过人家吃1顿饭，连我都不好意思。你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老头是你们的爹，你们这些当儿子的，你们干吗？都看着我。刘念军，你给我带队，带着他们几个人，现在就给阁老道歉去。怎么道歉，你们自己想。走。老刘，你回来。哎，你那个什么猪粪什么？啊，是猪粪熟化，脱臭除虫。对，这个东西搞，那不是在市区啊，可以大力推广。搞，是。哪个房间？咱们再去问问。哎，你们好，劳驾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阁总的助手啊？是啊。啊，我是市委的，真不好意思，真是早就应该来看望大家，但确实是时间太忙了，所以没来得及，抱歉啊。你别客气，真是啊。我听阁总说，你们各位都是国内的名校或者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什么学校、什么学历的。我在纽约大学读硕士。哦，厉害。您呢？日本硕士。哦，哪个大学？东京大学。东京大学。您呢？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。哦，您呢？我们仨以前都是清华的校友。都是清华出来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
葛总有你们几位也真是如虎添翼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人呢？他在那个房间里面。他说有一个朋友会来送他，等送他的人来了，我们就走。好，那这样，你呢代表我请他们几个年轻人吃个饭，好不好？好，点几个好菜，我买单啊。好，那我就先去找一下葛总，不陪你们各位了，失陪，好吧？好，你慢啊，你慢走。这人谁呀？就是他就是我们渤海的市委书记曾燕来。门没锁，开着呢。葛总，来了。哎，有事儿？来送您呢。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哭天抹泪的留我呢。那不行。这腿长您身上，您想走您就走，我想留您，留不住。哎呀，还好没给你签合同，要不然走起来还真麻烦。签了合同，您想走也能走，剩下的事儿我帮您扛着。你扛得了吗？扛不住也得扛，我把您当朋友啊。嘿，真看不出来，一堂堂的市委书记，说起话来满嘴的江湖气。为朋友两肋插刀？您错了，我把您当君子，您顶多说我是为朋友肝胆相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走不了了。我要一走啊，我不就成小人了？哎，您更错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把您当君子，您要真要走，顶多您是不够朋友。哎呀，做人难。做君子更难，做我曾燕来的朋友难上加难。啊，葛总，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燕来兄，燕来兄，使不得。葛总，我正式给您道歉，我的下属冒犯了您，是因为我管教不严，请您原谅我。曾燕来，曾书记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啊！您过奖。行，我不走了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我还有个要求啊，给我那些不争气的下属当老师。过分，过分，得寸进尺。咱们大家都清楚，都知道，咱们渤海呢，一共有2条排水管网，一个是污水排水管网，一个是雨水排水管网。葛总，这几天大家听了您的课，都反映说讲得很好，深入浅出，又很实用，真是非常感谢您啊！
李局客气了，我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还有个事情请教您一下，接下来市里准备在循环农业这一块啊做一些尝试。只知道您是个植物方面的专家，不知道您对这一方面有所了解吗？术有专攻，对于循环农业这一块呢，我的了解确实有限。不过，如果你要真要搞的话，我可以向你们推荐这方面的优秀人才。好，葛总推荐的人我放心。有一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博士叫孙守刚，在北京农业科学院工作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已经是循环农业方面的专家了。这几年，在智慧农业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成果。太好了，那赶快把他请过来吧。那你得选个地方，可以让他请过来，先做个试点。行，咱说干就干。地点就选在云崖县。云崖县。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孙守刚老师可是位高人呐，海外留学的博士，专业呢就是循环农业。这可是市里边给咱派来的老师啊，咱们云崖县呀，就是循环农业的试点。如果我们学好了，挣了大钱，取得了成效，将来啊就在咱们全县推广经验。哎，我说，这位小孙同志，您这学的这些洋玩意儿到我们这儿，是能够防虫害呀，还是提高质量，还是能够高产啊？说，人家孙老师啊是来帮助咱们搞循环农业，不是帮您老种树来的。咱们村大部分人就是指着这些果树奔小康的。你不帮着种树，扯这些有啥用啊？我们啊，不要什么循环，我们就是想多赚点钱。就你话多，把嘴给我闭上，听老师的啊！好，听孙老师的。对。您家这果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2年的产量应该不高吧？而且种的果子也不甜，我估计这一棵树也就产40个果子，对吗？不瞒你说呀，我们这儿的桃树啊，口味不行，质量也很差，还结不了啊这么几十个果儿。大家都说说吧，你们每家都能产多少个呀？我们家今年桃树只结了30个，我们家结了40个。今年我们家1粒果子都没结。孙老师，这个不只是我们村。周围啊，种果树的村子也是这样啊。前些年呢，我们从以色列引进了技术，把蔬菜和水果卖给了日本人和韩国人。可现在这果味不好了，外国人呢都不要了啊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讲讲原因吧，好不好？其实呢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土地出了问题。大家看。这个土壤呢，让化肥拿捏的已经板结了，这样的土地呢，是长不出什么好果子的。是啊，以前呢，我们从农科院请的专家呀，他们也这么说，可是他们呢，也说不好这土地修复的办法。哎，孙老师，你有什么高招？啊，我目前呢，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在果园的旁边，挖一条长100米。宽20米的深水大沟，但是在浇灌的时候呢，大家把这个抽上来的地下水啊，不要直接进行浇灌，抽上来的地下水呢，先在大沟里让太阳晒上一段时间，然后在这个沟里呢再养上一些鱼，啊，在这个大沟旁边呢再圈一块地，再养上40头的生态猪，但是大家千万切记啊，不能让这个猪吃饲料，就近放养，吃天然草料。这样的话，猪的粪便就好，拿这个粪便再去喂鱼，肥水养鱼嘛。大沟又有日照，有猪粪，有鱼粪，这样的水呢，就是有机物浓度很高的天然肥料啊。
大家伙儿想一想，如果用这样的水再来浇灌您自家的果园的话，那长出的果子自然又是比别人家的要好嘛，是不是？是。不过这个循环农业啊，光靠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还有后手，就是把沟底的肥泥打捞上来，做一个堆肥场，以肥养土。半年呢，咱们检测一次，我相信不出2年，这个土地呢就能修复过来。然后在这个平房的旁边，再围上一些栅栏，养上一些兔子呀、鸡什么的，但是不要太多啊。然后在房间里面再搞一些民宿的设计，冬暖夏凉。咱们搞农业生态旅游，搞采摘园，这就是农业生态循环经济。哎，照你这么做呀，我们这儿前景太好了。孙老师，你这个循环农业呀，太厉害了，我们都服了。不过我更看重的是智慧农业，它的科技含量更高，更难操作。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孙老师，你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对，听你的。是。我查了一些资料啊，研究了一下我们渤海市整个的水资源情况以及水污染的事件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我们渤海市环境生态的半壁江山马上就要毁了。就渤海现在的情况，我认为要想治理污染，首先要治理水。根据各种的调研和分析，我们发现水资源的污染，除了工业污染源以外，还有多种造成污染的原因，比如生活用水、雨水倒灌等等。所以，要想治理水污染，必须要做到无水共治。那这无水怎么讲呢？就是治污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防洪水、抓节水。金市长，你这个想法很好啊，这就跟我们治安综合治理是一样的，再把曾书记的整体思路灌入其中，那简直就是珠联璧合呀，是不是啊？完全可以做到标本兼治，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完备的治理污染、建设生态文明的长期战略。我举双头赞成。程书记，您得出来说句话。这曾书记来了以后啊，渤海市就差不多底儿朝天了。哎，这动作也太大了，我担心我们折腾不起啊。我和曾书记交流过，他的想法还是比较务实的。在关停矿场的时候，我反对过他的动议，可是矿山关闭以后，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啊。再说，关停高污染、高能耗的企业，这是中央和省里的决定。在其他一些问题上，我也反对过他的动议，可是后来呢，证明他的思路还是有它的可取性的。你让我说话，我怎么说啊？可金市长您是知道的，干工作大刀阔斧，人际关系上谨言慎行。曾书记对一岗兴师的解读和我们以前的定位完全不同，对钢厂关停以后的善后思路也和我们的思路完全相反。他来了以后啊，能和我们想到一起的，就只有通江达海专用船这一个项目。现在又折腾出渤海环境大治理，我管钱，债务问题压在我头上，投资得我扛着，处处花钱都找我要。虽说有金市长替我挡着，可挡不住的时候，我还得掏钱。按照曾书记的思路啊，港区土地、钢厂、宿舍区这3大块的预期收入就全都没了。还有一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的渤海环境大治理。您算算，一边是没收入，一边是花大钱，这得倒挂多少？
还有到期和即将到期的债务怎么还？长明啊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事情，应该找个时间和曾书记好好聊一聊，不能只算自己的账，而不知道他的想法。我可听说曾书记在这几块上都有他的打算，你不细听，怎么能够了解呢？好吧，我和他约时间。曾耀北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不好意思直接跟您说，钢厂改造的事儿，他考虑再三，他觉得挑不起这个担子。这意思是说，他想变卦？也不是，他说他挑不起，不是说不帮咱们，不帮钢厂的工人，更不意味着大洋集团就不投资了。不意味着大洋集团不投资了，这什么意思？